哎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多儿。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给大家再次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其实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台湾人。哦，对，就稍微捋一下啊。所以一般别人问我是哪儿人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跟他说我是台北人，台湾北京人。我呢是在中国台湾出生的，7个月跟家里人一块儿搬到北京了。而且在小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妈在家里边她还是会讲台湾话，然后会讲些台湾口音，所以大家也能听得出来，咱们这个台湾口音就是说倍儿地道。哎，但是我这口音啊，大家先不要看我这德行啊，咱们可以自由转换的。大家如果想继续听这北京腔，咱们可以整。但是我想听我跟我台湾微信台湾腔下可以啦。我有点整不来这个。但是很多人知道我是台湾人以后呢，会叫我一个称呼啊，叫我的台妹。大家听过这个词儿吗？但是在我们台湾话里边，你说这人特别台，就是说特别土、特别低俗的意思，它不是什么好词儿。所以如果你跟一个台湾女生，你就说唱那个《我爱台妹》这种歌的话，就等于你对一个上海人唱《我爱小次郎》，特别不礼貌。而且我讲完我是台湾人之后呢，我经常收到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人问我说，哎，咱们现在怎么去台湾玩啊？我个人吧，没有什么可以帮你。咱们可以结婚。哎，而且之前我在刷手某书的时候，上面刷到一个帖子，还被很多人转发。上面就说的是，如果你想去台湾的话，你可以起诉一个台湾人，然后去台湾可以应诉。哎，真的，我那次讲完这个段子以后，收到一条小某书的私信，说多儿老师很喜欢您的表演，也很喜欢您的家乡，我可以告你吗？哎，我真的特别不能理解。还有人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更喜欢住在大陆还是更喜欢住在台湾啊？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就不怀好意啊，纯挑事儿。就等于你问一个小孩啊，你就说啊，你是更喜欢爸爸还是更喜欢妈妈呀？那要我说，那爸爸妈妈那不都是一家人吗？但是我这口音啊，我妈跟我说，其实我这口音，我刚刚会讲整句话，我2岁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小的时候一次把她给吓坏了，就在我们家楼底那公园，没有征兆，突然对着我妈，我手一背，下巴颏一抬，对我妈说了一句：“我觉得我姥就是一事儿妈。”就你们知道这个场景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说，它有多震撼吗？它信息量太大了。因为在台湾，我们管妈妈的妈妈叫阿嬷，所以我妈当时不知道谁是我姥。其次啊，我妈这人比较迷信，我当时一个这个，我妈以为被人北京大爷给上身了。我妈说不得了，这马上带回老家收经啊。我说怎么着，是咱们家那个庙不太灵吗？我感觉大爷到现在好像还没走啊。我妈说不是，她后来就破案了，在我们家楼底下那公园啊。就有一个大爷，他老霸占那个单杠，然后我就去瞪那个大爷，大爷就跟我急了，就骂我说：“那个小事儿，妈别老瞪我。”这个男人他了不起啊，他是我的语言启蒙老师啊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我语言启蒙有点过早，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已经困扰到我的生活了。就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讲话是北京腔。哎，之前我带我爸妈去逛胡同啊，现在胡同里面就北京那种胡同里面很多卖吃的，然后我妈看到那个卖糖葫芦那摊儿就很开心。他一看到就说：“哇，现在糖葫芦怎么这么多种？怎么这样子？”我说：“都一个味儿，你凑合凑合吃吧。”然后那卖糖葫芦那大爷，他突然跟我急了，他说：“姑娘，你一个本地人，你带台湾的团啊？你有没有觉悟啊？什么素质？”我说这是我妈行吗？他说：“姑娘，咱们姿态也不用这么低。”我听了也很困惑啊，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经常寒暑假还是会回老家的，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口音会受到一些困扰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信息还是有点不太流通啊。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就回老家了以后打辆车，然后一上车了以后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计程车司机，就是报完我们家地址以后，那司机就猛地一个回头，然后看我一眼说：“哎，妹妹啊，你是大陆哪一个省来的？来台湾干嘛？有打过车吼？”我说我台湾省人，回家来了。
可是平常不太打车，常打人哦。哎，然后那司机他恼了，他开始学我说话了。大家可能就是没有那个感觉，他讲的那个模仿啊，特别的蹩脚。他怎么模仿的呢？他每个音呢，他都卷舌。他突然跟我讲话变成啊，妹妹啊，那我这样跟你讲话，你可以听得懂吗？我以为我们家小死那八哥突然复活了呢，差点给他回了一句“恭喜发财”。哎，但是现在我改了，我怎么舒服我怎么说了，因为现在咱们大陆这个流行文化输出做得特别好。我记得我最近一次回老家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那司机就在我报完地址以后，一直跟我说话，一直缠着我聊天。当时我觉得我舟车劳顿，其实有点累了，我不想说话了，跟他说了。然后他就看着我，就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啊，一直跟你讲话是因为你讲话好像《甄嬛传》里面娘娘哦。”哎呀，所以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费劲，就是我要解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就觉得很疲惫。然后那次假期结束之后呢，我就回去了。从机场出来，很幸运地打到了一辆这个臭车哈。然后我坐在后座，我没想跟司机多交流了，我就默默地把这个窗户摇下来。那司机继续开车，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，他用牙缝挤出2个字儿：“什么事儿吗？”哎，就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舒坦。哎，我到家了。今天先讲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墩儿，谢谢你带给大家的表演。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倒计时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墩儿，谢谢。怎么身上藏了这么多故事？去年没分享给我们呢？去年新教师嘛，先讲这个新教师的东西，不然那个年限就过了。哦，是教师资格证要过期了还是？刚考到了，没有。大林有这个感觉，反正就是跟去年挺不一样的一个感受。是，而且其实我特想问您一问题，就是您这个，您说。哎，没有你带的，你看我平时说话都不这样，我呢。作为朋友啊，因为去年那个也特别喜欢您的节目，就是在这么一个就明知山有虎的一个情况下，您为什么要挑战他呢？因为杨仔我们在那个北京经常一起演出嘛，然后呢，我有的时候也接过他，我知道他这段特别好，然后我希望在大家这个气氛之下呢，我就勇往直前一把。对，因为去年走了1轮嘛，我今年想说，那怎么着还能走负1轮，那就来吧。啊，明白。挑战高手，跟好结搂子下棋啊，挺好，祝贺你。谢谢。听你说话有一种在演情景剧的感觉，哎，对，两边语言的不同的那种反差，在你的文本当中能感觉到，好像你对台湾口音是不舒服的，是吗？大家对台湾女生有一种刻板印象吧，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，你也讲几句台湾腔来听听，就是会有这个感觉。但是我其实，觉得大家怎么舒服怎么说，也不用说因为口音定义一个这个事情。我觉得他是从小大概生长环境已经把他造成了现在的这个语言习惯。因为我也有过这个经历，因为以前去台湾拍电影，然后也是大家也努力为了是北方来的，然后就努力想适应一下。黄老师，您吃饭了没有？我天，每个儿化音都加的不太对劲。对，找不对地儿。我原来学习过语言，包括后来演戏的时候用的方言也比较多，我就知道这个方言对于人物的塑造的重要性。其实你刚才在听他所有的这个说话的时候，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老北京啊，就特别像，但是那个人物形象就特别清楚，他说这段人物也会特别合适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你也用的特别好，把这个2个方向去用到你这个作品里边来，也特别有意思。谢谢。他讲的内容其实是不好讲的，是因为她是在一个大家之下有2个小家的一个女孩，她很容易要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去讲，然后她的分寸又很重要，她状态非常好，然后就是用一个特别细小的一个角度，就是口音的转换，然后让人讲到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概念，所以很动人。谢谢，表现得非常好，非常棒，谢谢。接下来上场的还是新朋友，新是真的新，他讲脱口秀可能还不到1年的时间，所以希望所有朋友给他更多的鼓励，尤其要竖起耳朵仔细听。我们欢迎这位来自会说笑的新人演员小生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生。我是一个双胞胎，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。我是一个人来的，想看我妹的可以直接看我。我和我妹从小到大经常会吵架，但是我们双胞胎吵架就很容易误伤到自己。我俩会互相骂对方长得丑，我俩都觉得自己更好看，但我现在其实非常认可她的颜值，因为她太会 P 图了。就她 P 好自拍，我一看，我就发朋友圈了。这照片谁先发就是谁。我妹从小成绩就比我好，她考第一，我考倒数第一，我到现在只赢过她一回，就出生这一回。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看看你妹，你看看你妹。我说有什么好看的，不都长得一样吗？我俩还是同班同学，老师经常分不清我俩，老师会叫我们的名字让我们举手，我就跟我妹说，出成绩这天你可以当一天姐姐。我妹说你当我傻呀，让我替你挨骂。我说你这么想，老师虽然在骂你，但他也没骂到你呀。老师经常会骂我，有次又考了倒数第一，在走廊上只是跟老师对上眼了，老师就叫我去办公室，一路上我就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老师要找的那个人。一到办公室，老师问我，你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？我感觉老师也在试探我。我说我还有进步的空间。说完，老师就笑眯眯地拉了个凳子让我坐。我当时就知道我来错了，但我答对了。一坐下，老师就开始说，你成绩这么好，你平时可以多教教你姐姐，你姐姐又考这么差，巴拉巴拉，一直在骂我。还说什么都是一个妈生的，怎么差别这么大？我心想，差别这么大你也分不清。还说让妈妈带姐姐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。第一次被人当面在背后蛐，比当面挨骂还难听。就一句夸我妹的都没有，一直在骂我，骂到后面我都有点恍惚了。我说老师，你是不是认出我来了？我妹考上了1本，我考上了大专。朋友说你俩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可以让你妹替你去高考呀。就这个办法也能考上，就是不确定是几年制的，大概范围是3年以上7年以下。是考上了，也考上了。但我又想，我妹要是进去了，我就进1本了。上网一查都得进去。我妈总觉得我俩有心灵感应，她说你考试的时候感应一下呀。我说要是真能感应到，你为啥不只派我妹去上学，派我在家感应？有次我妹不在，我妈还跟我说，你感应一下你妹现在在干嘛。我说我妹在逛街呀。她说那你再感应一下你妹是不是谈恋爱了。我说你有什么要问的一块问了吧，我在跟我妹打电话呢。我说我俩没有心灵感应，我妈非不信。她说你俩从小经常同时生病，这不是心灵感应是什么？我说应该是传染吧。我妈还挺爱我的，她不觉得我脑子有问题。这也笑吗？但我这个成绩，我妈也很难夸我聪明，她会夸我妹聪明，夸我老实。
就老实这个词听起来就不太聪明。小时候我妈会让我们帮她跑腿，我妹会把找的零钱全部花掉，然后骗我妈说没有找零钱。我妈知道她在骗人，也不生气，还很高兴地说：“哎呀，你妹真狡猾，真是个小狐狸。”然后我妹的昵称就叫小狐狸。我说骗人就是小狐狸吗？这不是小王八蛋吗？我也想要一个昵称，我就学我妹把零钱花掉了。结果我妈还说我老实，她说你给我老实点，不然你就叫警察抓你。现在我妈给我妹买车不给我买，她说你可以开你妹的车。我说那我妹赚钱我也不用赚了，我可以花我妹的钱。我妹年纪轻轻就上有老上有老的。我俩现在关系特别好，因为她赚钱真给我花，她越努力我越幸运。她特别喜欢在买衣服的时候问我的意见，我就给她发我的购物车。我说这件你穿上绝了。买回来一堆她上班穿不了的衣服，还好我不用上班。我在啃小，还好她是我妹，可以从小啃到老。其实我觉得我妹赚钱就是想给我花，因为她的支付密码就是我的生日。没反应过来吗？还老有人问我说：“你妹那么优秀，她学习又好，工作又好，你不会嫉妒她吗？”我说：“虽然我妹是个很优秀的人，但我也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呀。再说了，谁会嫉妒一个要上班的人呢？”现在我也赚钱了，想到花了我妹那么多钱，我就把我的面容支付关掉了。特别想问我妈，你看我现在老实吗？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小生。谢谢小生，谢谢小生的表演。喜欢小生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倒计时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小生。紧张吗？对，非常紧张。但他每次演完这是表演之外，就是大家如果笑就归笑，如果有鼓掌的话，他还会轻轻的这个点头示意一下。真的没有见到你妹妹，你看比你妹妹有礼貌，应该是。对，拍了灯了他也鞠躬啊。陈明飞就这样，是陈明飞，嗯，你妹妹陈明飞啊？你这个空耳。这是不是挺奇妙的？就是真的就是一个人一个世界。然后呢，他讲的这些东西呢，就是属于他自己。你说是文本也好，是什么也好，他就能把你带到他的那个小世界里边去。他的语气也好，语调也好，对，就是蛮妙的。谢谢谢谢。我，没有我哎，你说，我们俩也有感应。那个没有，哎，我特好奇，那这个您妹妹就有没有想过你们姐儿俩一块儿来表演这个脱口秀？因为也有这样的组合嘛，是吧？她有正经工作。正经工作。这是个多不正经的地方啊！你说这。我妹妹她都不看我讲脱口秀，因为她会觉得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在台上讲脱口秀，她会觉得很尴尬，所以她不会看我。哎，好像是一种思路啊！你下回你就逼他，你要是不听我话，我就在台上出丑，然后说是你啊，就是对。你好聪明啊！好，微微点头啊，微微点头啊。哦，我觉得小生很那个，就是他会让人很相信。就刚才他说到一个梗的时候，他说那个。我妹妹的支付密码是我的生日，然后结果大家下面就在那起哄，其实没什么好起哄的，对不对？那不也是他妹妹的生日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反应过来。
对，我刚才被感动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这种风格，我特期待他哪天黑化了，开始讲一些那种缺德笑话的时候。他现在就有点那种潜质，对他很有那个潜质，我觉得。我其实就一句话，我到最后关头才拍的嘛，因为我后来想，觉得青涩也是一种风格。谢谢，我特别喜欢您。哎呀，这新朋友就是无限可能，无限可能，不知道他会带给大家，将来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作品和惊喜。也可能10年以后，但跟咸鱼一样，一上来后，朋友们，我就上来了。他妹妹天天就得说：“这不是我啊，这不是我。”